被称为儒将之雄的大唐智将守约先生裴行俭，是才兼文武、举世无双，堪称出将入相的完美典范。可为什么在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刻，突然主动要求离职回家休养呢？功高震主吗？首先呢，咱们明确一下，唐高宗李治对裴行俭的态度始终没变。如果非要说有变化的话，那也是更加的欣赏和更加信任。首先呢，特命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，令裴行俭为首的平叛军诸将领献上定襄之役的战俘。之后，为庆贺守约大破突厥，下诏改永隆2年为开耀元年，用来铭记这次不朽的胜利。皇帝陛下的这一连串举动啊，无一不显露出他对裴行俭的看重。那么，裴行俭为何要辜负浩荡皇恩，选择退休呢？这个情况啊，它比较复杂。不过呀，在我看来啊，直接原因是他感到良心不安，有负他人呐。这什么情况呢？其实啊，这个裴行俭认为自己辜负了的人呢，是阿史那夫念。当时裴行俭同阿史那夫念谈投降，一个最基本的交换条件就是阿史那夫念方面提供队友，裴行俭则保证给阿史那夫念一条生路。然而回朝之后，阿史那夫念、阿史德文夫等为首叛乱的54人，却无一例外的被拉出去，公开处决了。这个倒不是说裴行俭食言而非，而是有人从中作梗告了他，而且攻击的比较狠。上书攻击裴行俭的人是侍中裴炎。照裴侍中奏书中所说的，那阿史那夫念呢，那是由于被张虔绪、程务庭领军逼迫，再加上回纥等部自北向南施加军事压力，自感走投无路，这才投降的。什么传闻中的什么反间计、釜底抽薪、什么逐虎驱狼等谋略，那通通都并不存在。裴行俭完全属于因人成事，实际上他并不存在任何功劳。所以啊，裴炎认为啊，这个裴行俭他不该杀，阿史那夫念是必须杀。裴炎的这封奏书啊，可谓是用心险恶，因为那段文字之下隐藏着一个两头堵的陷阱。如果裴行俭否认了裴炎的说法，那么他同程务庭等部将的关系势必恶化。将来即使这个裴行俭在军队中他还做统帅，别人也不一定再买账用心办事儿，他在军中的威望必然受到影响。而如果裴行俭不表态，就相当于默认了裴炎的说法，那么功劳是程务庭他们的，裴行俭什么也没有，算是白白跑了一趟。裴炎呢，静静地等待着裴行俭的表态。在他看来，那个裴行俭无论怎么回答自己啊，都将是最后的赢家。面对质疑啊，闷不吭声那肯定是不行的，必须要给予回应。裴行俭回话如下：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。哎呀，我担心的只是今天杀降之后，自此再也不会有愿意归降的人了。朝中奸人宵小当道，裴行俭不堪与之为伍，是他申请离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此外啊，别人不想让他再干下去，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原因。许多书上都说啊，裴行俭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是因为当时的宰相裴炎嫉妒他的大功，唯恐裴行俭继封为宰相后啊，抢了自己的风头，于是乎啊，就抢先出手告了个黑状，意图将裴行俭喻于宰相班子之外，趁早杜绝隐患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。裴炎呢，确实容不下裴行俭这样的能人，有心排挤。但事实上啊，在裴炎肆无忌惮的攻击背后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那个原因叫做天后。在天后看来，裴行俭的档案，那实在是太黑了。长孙无忌当政的时候，裴行俭和他关系亲密，经常来往走动。褚遂良那是他的好朋友，两个人时常切磋书法技巧。李治提议废王皇后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出面反对。如此前科能在朝廷里做到高官，那已经是奇迹了。虽说裴行俭本人能力他确实出众，但要天后做到不记仇，把裴行俭收为己用，对两个人而言呢，
未免都不太现实。既然不能用，自然不可用。所以赶走裴行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天后希望裴行俭走，裴行俭本人也去意已决。不久之后，守约将军是飘然而去，荣归故里。裴将军虽然告老还乡，然而突厥人似乎像打了鸡血一般，搞起叛乱根本他停不下来了。1年之后公元682年春天，西突厥实行在阿史那车部率领下再度闹了起来。李治只得派人前去邀请回家休养的裴行俭再次出山，担任金牙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军讨伐西突厥。垂垂老矣的裴老将军强撑病体，欣然领命。只可惜还没等到出发，公元682年4月，裴行俭病逝于家中，享年64岁。高宗追赠他为幽州都督，谥号宪。10月，裴行俭葬于闻喜县的东梁园。唐中宗李显登位，又追赠裴行俭为扬州大都督。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，加赠太尉。建中3年，李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64人，并为他们设庙祭祀，当中就包括礼部尚书闻喜公裴行俭。宣和5年，宋朝为古代名将设庙，72位名将中也包括裴行俭。在北宋年间成书的《17史百将传》中，裴行俭也位列其中。时间暗淡了无尽精彩，流年老去了多少英雄。大军虽在，将军已远。回首守约将军的一生，他才兼文武，纵横异域，知人善任，兼强敌于谈笑之间，运筹帷幄，扬国威于万里之外，无愧于儒将之雄的称号，无愧于河东裴氏的威名，更无愧于师父苏烈、苏定方的殷殷教诲。从大唐盛世到千载之后，裴行俭将军的事迹将会永远传唱。有诗为证：南而西北射天狼，烽火边城大道阳。漫卷陇云归四海，且横长槊顾八荒。飞天无罪秋辞月，解骨击飞岁夜霜。更向蒙池西畔去，驼铃响处进汉堂。